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想必大家都知道，长相学家可以通过仔细观察手掌的形状、手指的长度、纹路的走向等，来分析个体的命运和性格特征。这种古老的占卜方式被认为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天赋、潜力、事业运势和财富状况。而在长相学中，特定的手相特征被认为是富贵吉祥的象征。那么它们究竟长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中指相对较长。那些长中指代表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和对财富的渴望，他们理想的目标必须是过上富裕而富裕的生活。要成为领导者，他们必须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在氛围中行事，并且要非正式。由于一些小财产的损失，这些人更有可能富裕和富裕。2. 手指没有缝合在一起，除拇指外，伸展其他4个手指，如果中间没有间隙，即使一块芝麻也不会掉出来。这样的人有很强的省钱能力。男性和女性都特别擅长财务管理，盲目的费用和开支，以及生活中的细心计算，这些人容易致富和昂贵。3. 厚厚的手掌，掌厚的人意味着财富的基础是好的。无论他们是生还是工，他们都充满了热情。他们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寻求金钱的智慧。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安静的工作。手掌的人更有可能变得富裕和昂贵。4. 太阳山隆起，太阳位于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太阳在掌中升起，则意味着这个人非常有利可图，他有更多的工作奖金，他有机会发财，他可以省钱。不是钱，男人的财富是好的，女人很容易嫁给丈夫，丈夫是富有而有力的人之一。5. 财富线是直的。如果小指根下面有一条垂直线，那么这是一个幸运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富线相对深刻而有力，即使是一些人也有许多深刻而直线的财富，这意味着好运，那个有钱人。6. 手掌红砂，财运旺。好手其实不仅能反映财富，还能体现健康。掌红如砂，代表人的美貌，是健康的表现。一个人的气质是好的，不仅手掌是红润的，而且脸也是红色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气。如果他是一个男人的手掌，宽而厚的手掌也是财富的表现。出生丰富而富裕，可以收集财富，工作和生意拥有广泛的财政资源。相对于肉合手的柔软，女性手与婴儿的胖乎乎的小手非常相似。它也是一个富裕而崇高的阶段，它不能被称为大而昂贵，至少从不吃喝住，尤其是有好运。7. 富贵多财，纤细而纤细的手是一双聪明的手，这个人很聪明。如果男性手指细长，指甲是正方形或椭圆形手是最好的。这个男人的思想很聪明，他的工作很认真，他有责任成为一个大人物，他将能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财。女性最好的是手指细长，指甲尖尖锐，矩形是最好的。如果手指短而粗，那就很尴尬。什么是玉手？什么是食指不接触阳春手？这是富裕生活的表现。你见过有钱人的手指粗糙吗？当然，手指就像一根竹筒，它们圆润细长，是最好的手。8. 手心洼，比发夹。当我们摊开手掌的时候，掌心明堂之处明显低洼凹陷的人，一般都能发财发达，成为人中之龙。然而，你一定不知道，真正的手心低洼到底怎么看。通常，手掌自然伸直、伸平，4指合拢，然后往手心上倒上水。如果掌心之水能不流走的，才是真正的手心低洼。这样的人可是万中无一，必成富贵之人，名利双收指日可待。9. 智慧线有分叉，智慧线人纹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纹金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都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10. 聚财纹多，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的多条竖纹为聚财纹，正所谓人无横财不富。手掌上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掌管偏财运势的水星丘部位，如果生有数条密集的竖纹，表明一生横财有道，不仅财运好，更是衣食无忧的象征。生来命好，清源深厚，左手有这样的纹路，则可通过官运亨通发家致富。而如果右手生有，则是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一生钱财权势可兼得。11. 元宝的形状，如果手中的线形成一个梯形，或者是口字形的，尤其是梯形接近于象征着财富的元宝形状，若封闭且紧密，四角不漏，这样的属于是财库，能够有着很强的聚财力，力度很强。
生活工作里收入高，非常容易存到钱。如此的女性不仅仅是自身的财运很好，还能够旺夫旺家运，给配偶带来好运，成为富太太。12. 断掌和玉柱纹呈现十字形交叉。断掌和玉柱纹呈现十字形交叉，这种纹路叫做家里纹，是断掌中的大富大贵相。有这种手相的人，比标准断掌命更好，富贵双全。13.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代表着财运以及事业的基础好，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都能够充满着干劲，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创造力。这样手相的人会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去用心努力着，日后必定能事业有成，容易大富大贵。当然，除了上述所说的手相外，这9种手相被认为是绝对好命，象征着一生的幸福和富贵，包括身体健康、理财眼光、把握商机、潜力充沛以及财运亨通等多个方面。这些手相不仅仅是手部特征的象征，更是命运的预示，为持有者的人生注入了祥瑞的元素，让他们得以走上人生的巅峰，实现非凡的成就。我们接着一起来看看吧。1. 掌红如血色。手掌红润如血色，不仅是身体健康的象征，更是幸运与福气的注脚。这样的手相几乎宛如上天宠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犹如得到了神明的庇佑，一切都能够顺利如意。这种红润的手掌让持有者的财路如同畅通无阻的河流，财源滚滚而来，生活充满了富足和繁荣。红润的手掌不仅仅反映着健康的身体状况，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展现。这些人拥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与活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以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迎难而上。同时，这样的手相还代表着持有者在人际关系和社交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支持。红润的手掌散发出一种阳光般的气场，使得他们在交往中更具吸引力，人缘也自然水涨船高，财路畅通，财源滚滚是这种手相带来的独特福气。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投资理财，持有者都能够轻松获取财富，财运亨通。这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包括了事业的成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红润如血色的手掌是一种幸运的象征，为持有者带来了全方位的好运。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无论是健康、事业还是财富，都能够走上幸福富贵的光明之路。2. 掌中有黑痣。手掌内有黑痣的人，证明此人非常有抱负，内心十分有远见，眼光独到。他们总是可以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商机，因此总是可以比别人抢先一步获得赚钱的路径。3. 手指如竹笋。手指要是如竹笋般修长细腻，那么注定此人必定是个富贵之人。因此手指长的人善于抓钱，同时很擅长理财，因此钱财到了他们的手里只会有增无减，自然就会富甲一方。4. 手软如棉花。手掌一定要柔软有肉，这样的人命中注定就很富贵。他们一般都是生活在富裕之家，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长大后能够得到六亲的支持，因此做什么都极易成功，自然就不会缺钱。5. 六花纹。所谓的六花纹，是指在手中有一种类似六角小花一样的纹路，此手相为大吉之相，能够有此手相之人，早早就拥有别人想要的一切，晚年的运势更强。就算是早年的运势再差，也能白手起家，成为人上人，过上富贵的生活。6. 折桂纹。折桂纹是指一条由金星丘底部延伸出来，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丘向上延伸的纵线。有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在生活中遇见贵人，必能逢凶化吉，早晚能发达，成就一番伟业。靠贵人起家，事业运与财运也会跟着上涨。7. 宝云纹。手掌中的宝云纹在手掌中像是螺旋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有此手纹的人非富即贵，日后必定能够做成大事业。若是经商，头脑聪明灵活，抓住赚钱的时机就会马上行动。若是为官，也很快能在官场中站稳腿脚，为人聪明圆滑，处事果断，升职加薪快。8. 金花印纹。手掌上的金花印纹，手掌上的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有俗语文带金花印立身，此生富贵不由贫。有此手纹的人具有极大的潜力，日后能跻身名望贵族，是典型的潜力股。这样的人就算是早年的生活差，也很容易大器晚成。一旦抓住良机，就能够节节高升，平步青云，出人头地，带旺这个家族。光耀门楣，为子孙后代谋福利。每个人的手相都有所不同，有些手相是我们常见的，而有些人手相却很罕见。10种罕见的手相，快看看你有没这些手相吧。9.
神秘十字线，拥有神秘十字线的人，直觉敏锐，灵感很多，创造力强。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将共同踏入一个神秘的领域——手相学，揭示掌中奇迹的秘密密码。手相学不仅有着古老的传承，更蕴含着太极五行之秘，是一门融合形态与气色的神秘学问。在这个视频中，我将用戏剧性的叙述为你打开命运之门，深入探讨手相学的奥秘，以及不同手相的人如何走向大富大贵。第一部分，手相学的科学之美。手相学又称为掌纹学、手纹学，其实是有着深厚科学依据的。这门神秘的学问源自中国古代的易经，离不开阴阳五行、九宫八卦等理论的支持。尽管有人对观手相产生质疑，但手相学的绝大多数说法都是经过大量观察和经验总结的，有着实际的应用意义。让我们一起深入这个充满科学之美的领域吧。第二部分，探寻先天与后天的秘境。古人说得好，袖里有乾坤，天地尽在一掌中。在中国古代，手相的规则遵循男左女右，左手代表先天运，右手代表后天运。这是一门测官相结合的艺术，一个将宇宙之奥秘握在手中的秘境。跟随我一同揭开先天与后天的神秘面纱。第三部分，星纹的幸运密码。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是一种特别的好运的象征。这个幸运密码代表着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但记住，这种星纹如梦幻泡影，需要我们努力把握机会，付出努力，否则它也会自行消失。命运的奇迹就在这星纹中等待着。第四部分，财运线的蓬勃发展。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在水星丘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的重要标志。清晰而粗直的财运线意味着较好的财运，这样的人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越动越旺。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通过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得盆满钵满。第五部分，钱财纹的财富密码。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出现的细斜线，手上的钱财纹越多，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特别是偏财运好的人，常常在工作中获得奖金或者意外中奖。这些细斜线如同命运的财富密码，暗藏着巨大的财富。当然了，我们也要清楚地知道，手相与命运的无尽关联，手相的形态、色彩、质地与人的健康、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手不仅是人体健康的显示屏，更是人生命运轨迹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接着一起来看看手相还能看出什么吧。一、大拇指形状看命。一、拇指长直，又硬又厚。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长得又长又直，且指头硬厚的话，这种人大多意志力比较坚韧，做事很有耐心，只要做就会坚持到底，不喜欢中途放弃。而且自律性非常强，也很有上进心，领导力非常强，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不过这种人也比较的固执和倔强，做事往往缺乏变通，而且缺乏同情心，往往不太容易亲近，也不太好相处，人际关系不太好。二、拇指长，厚而微弯。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长得比较长，指头厚实但略微向后弯曲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情耿直，意志力坚定，但是心思非常的单纯，做事往往缺乏一些机智和权谋，没有什么心眼。不过心胸宽广，有着很强的交际能力，也懂得为别人考虑，有着很强的包容之心，心地善良，乐于帮助他人，人缘非常的好，遇到困难时也常有朋友出手相助，懂得进退和取舍，做事很有分寸，在金钱使用上也是当花则花，当省则省，容易成功。三、拇指短小，指尖薄。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比较短小，或者指尖较薄的话，这种人大多没有什么主见，有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进取心不是很强，意志力也比较薄弱，做事缺乏耐心，容易中途放弃，领导力不足，容易妥协，往往会成为别人的追随者。不过这种人大多善于观察人心，有着很强的敏感度，处事也比较圆滑，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社交能力非常强，非常的适合与人合作，通过合作往往能够达到心中的目标。四、拇指内弯。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无法挺直而略向内弯的话，这种人大多意志力比较坚韧，做事坚持，但是性情比较顽固，内心非常的封闭，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对他人喜欢抱有成见和敌意，做事往往不近人情，而且个性也非常的保守和内向，
不善于与人交往和交流，也不喜欢向外人透露自己的内心，自我意识非常重，为人特别的自私，凡事都只想着自己，生活上容易陷入孤独，也容易被人孤立，事业方面也难以有什么成就。5. 拇指横贯纹。所谓横贯纹指的是大拇指的第二直接靠近指根处有着一条清晰的横纹，如果此条横贯纹出现第二指节的上方的话，这种人大多财运极好，容易少年成名，积攒财富的能力比较强。而若是此条横贯纹出现在第二指节的根部，且下方还有着不规则的杂纹的话，大多在中年时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容易获得成功和财富。如果是指根处完全没有网状纹或者横贯纹的话，这种人大多一生财运不佳，一辈子辛苦劳碌，攒钱困难。2. 大拇指纹路看命。1. 第一指节纹只有一条。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的第一指节处只有一条纹的话，这种人大多从小出身不是很好，家境比较的贫寒，家中也不能为其提供太多的帮助，凡事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享受不到祖辈的育荫和庇护。若是此纹从中间断开的话，代表着幼年容易遭遇凶险，与父母之间的缘分比较淡薄，容易远离家乡去外地发展。2. 大拇指第一指节纹2条或3条。如果大拇指的第一指节处有2条或3条横纹的话，这种指节的纹线容易闭合形成天子眼2条或凤眼3条。拥有这种大拇指手纹特征的人大多天资聪颖，容易出生在家境较为富裕的家庭，能够享受祖上余荫带来的帮助。男人游子手相，年轻时事业上就容易获得成功，而且贵人较多。女人拥有夫子眼的话，则旺夫益子，一生逢凶化吉。3. 领袖纹。所谓的领袖纹位于第一指节的上端处，其形状为2条平行的斜纹。如果一个人长有领袖纹的话，代表着这种人一般很有雄心和志向，立志高远，做事很有目标，而且善于运用谋略，有着很强统帅力，做事也很有耐心，知道进退和分寸，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属于天生的领袖类型。4. 权贵纹。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指端位置常有星纹、6字形纹、D 形的金印纹的话，这几种纹统称为权贵纹。听其名字便可知道，这种纹是一种很难得的吉纹，容易获得富贵和权势，经商容易发财，入仕则容易升官。5. 文月纹。所谓的文月纹位于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如果有1条或2条横纹的话，即称为文月纹。此纹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常有此纹的人一般智商较高，考虑问题非常的细致和全面，而且头脑灵活，懂得变通，个人才能非常强，学业运极好，学习能力非常强，但是享受不到祖业带来的帮助，只能自己创业，容易怀才不遇，即使成功，一生也比较的辛苦劳碌。6. 龙眼纹。龙眼纹即是位于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椭圆形的纹路。如果一个人长有龙眼纹的话，这种人大多天生就比较的聪明，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超强，从小各方面的素质在同龄人中都属于出类拔萃的类型，特别适合从事学术方面研究类型的事业，能够出人头地，获得极大的名望和地位。此纹主大贵，如果从政的话也能够平步青云。7. 偏财纹。偏财纹即是位于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的网状纹，或者是错综复杂的纹路。常有偏财纹的人大多非常的聪明，反应也比较灵敏，有着很强的观察、分析和判断力，善于发现和把握住身边的机遇，很有投资方面的天赋，偏财运非常好，也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得到意外之财。如果靠近第一指节的话，一般发达的较早；如果靠近第二指节的话，则发达的较晚一些。最后，如果你对手相学充满好奇，渴望揭开命运之门的奥秘，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开启探索之旅。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今天的节目，细心的人会发现，每个人的手掌与手腕连接处会有或多或少的横纹，在命理学中，我们称之为手腕线。手腕线的好坏与父母的遗传特别有关，你的机运、财富与健康，甚至未来的生育能力，都能从手腕线的形态上反映出来。每个人的手腕线不同，面临的考验与曲折不同，人生的际遇也是千差万别。有的人安享富贵，有的人却贫苦一生，有的人却只适合劳而有获。那什么样的手腕线最好呢？
今天大佬就教你从手腕线看命运如何。一、手腕线数目。一、手腕线有一条，手腕上有一条线，说明此人身体健康，为人乐观向上，不拘小节，为人处事大方，得朋友关照。这样的人生活讲究，与他们相处一定不会亏待自己的胃。如果中间断成两条线，可能压力过大，生活习惯也要加以改善。如果断处不止一处，则说明童年生活不如意，不要气馁，长大后的他们一定能出人头地。二、手腕线有两条，手腕上有两条线，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不用付出太多，便会赚取很多钱财，很容易大富大贵。这种人天生便有富贵命，他们一生比较顺遂，对财富的积累高于他人，对金钱有精准的敏感度，在理财方面有惊人的天赋，善于理财，能存钱。若出现断线，则要小心有经济方面的纠纷。三、手腕有三条线。手腕上有三条线的人，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专业事业强，喜欢钻研，对一件事情的专注度比较高。有三条手腕线的人得福星关照，他们的专业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名声，还有钱财。若中间有断线，则说明地位因某事受到威胁，切记做人一定要真诚，不可弄虚作假。四、手腕线有四条。手腕上有四条线的人，天生的福气相，不但早年运势发展不错，后天自己也是比较肯努力上进之人，在事业上的成就比较高，个个都是富贵命，赚取的钱财利益比较多，日后自己的生活也会越老越富有，好生活也能够拥有一番伟大的成就，属于大器晚成之相。40岁之后开始转运。二、手腕线的形态。一、手腕线清晰深刻。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手腕线长得清晰深刻，中间也没有明显的中断，则这样的人必能获得名誉与地位，一生享得显耀的名声，尤其是手腕线上拥有不少的直纹，个个都是富贵命，福气运势深厚。而在靠近小指侧的手腕线为链形，表示年轻时劳碌，需要付出不少的努力才会拥有收获。链形愈短，好生活来得愈早。二、手腕线呈交叉状。若手腕线呈交叉状，杂乱无序，表示体质差，身体爱有小毛病。女人亦有经期不调的问题，受孕困难，子女缘浅。男人有肾虚的问题，应多加调理，注重养生。三、没有手腕线。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手腕线长得断断续续，看起来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手纹，则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劳碌命，多是穷人相，身体的气血也不足，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福气运势都不高，难以有富贵。而且手腕线长得不清晰的人，多半个人的身体体质都不是特别的好，容易有疾病上身，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到困境当中，很难翻身，中晚年的运势也不佳。五、手腕线上出现弧形。手腕线上出现弧形，其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有可能隐藏有慢性疾病，女性则应多注意生殖系统方面的病变。三、手腕线上出现辅助线。一、手腕线上有十字纹。当手腕线出现十字纹时，表示此人少年运坎坷，但中年以后运势好转，
会经过自己的努力积累财富，成为有钱人。晚年福禄双全，事事顺利，身体健康。2. 手腕线上有倒纹。当手腕线上出现倒纹时，表示此人身体状况不佳，精神萎靡不振。倒纹象征纵欲无度，手腕线第一线上出现倒纹，其他线并无倒纹，表示年轻欲望强，中年之后开始收敛，精神转好，运势也变得平顺。3. 手腕线上出现链状纹。手腕线上有链状纹，如一条环环相扣的绳索一般。有此手相的人，早年生活凄苦，家庭环境差，成长不自信，发展慢。随着时间的增长，心智成熟，视野打开，事业开始稳步向上，财运也跟着旺。生活先苦后甜，属于大器晚成的手相。多在中年后发家致富，身体健康，财源兴旺，晚年有大富大贵。4. 手腕线上出现星纹。手腕线第一条和第二条清晰，表示财运与事业运。有此手相的人命里多金，理财能力强，投资无论大小，多是赢多赔少。手腕线上出现星纹，这样的人偏财运旺盛，发家多靠偏财，事业也跟着一路飙升。若是手腕线上出现断痕，则很有可能事业出现波折，资金紧张等不好的问题出现。5. 手腕线上出现三角纹。在手腕线上若出现三角形纹路，其主大多天资聪明，才智过人，善于思考，为人心善，品德端正，深得长辈喜爱。六亲多助，左右逢源，且具有经商之天赋，头脑灵活，凡事懂得变通，在商场之中多有先见之明，能够收获成功，生意昌隆，日进斗金。6. 手腕线上出现许多直纹。手腕线上长有许多直纹，表示此人必能获得名誉和地位，一生享得显耀的名声。若手腕线上的直纹不直而呈现邪乱者，则表示此人虽能在名誉地位上获得成就，不过很有可能是不正当途径获得的。7. 手腕线被过长的生命线切断。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一生多灾多难，身体健康状况糟糕，常年积劳成疾。男性更容易因贪恋酒色而染病。4. 手腕上的痣象。手腕上有痣，要看这个痣是死痣还是活痣。倘若颜色鲜艳如漆，则是活痣，暗淡则代表死痣。活痣代表心灵手巧，死痣代表劳累。总的来说，左富右贵，左腕痣利事业，右腕痣利子女。同时，手腕处行痣也代表人会比较操劳，甚至要承担家计。手腕内侧有痣，万事迎刃而解；手腕外侧有痣，努力实践，个性认真，负责信守承诺。婚后会遵从婚姻的誓言，照顾另一半以及整个家庭。1. 手腕外侧长痣，代表了你转数不够快，或是工作上手脚慢。但这不是事实，只是总给人这种感觉。但当你外表稍微成熟及待了一段时间后，才华会慢慢展现于同事眼前。更多情况是处变不惊的态度。以往人家以为你是迟钝，心思细密，一步一步将问题有条理的解决。只要有此机会让你发挥，则以后的时间将是平步青云之时。但若是遏制的话，则别人永远认定你是无能之人。
而且你真的是在工作中表现得懒散，难以集中精力，而且缺乏信心，唯有做自由职业会较好。2. 手腕内侧长痣。如果是颗极痣，说明其人情商较高，即使面对无理取闹的人也能轻松面对，最终令他们满意。相反，若是恶痣的话，那就代表了你目中无人，面对别人的要求，只要不合己意即火爆相向，因此很难与别人合作，人缘也较差。2. 手腕背部长痣的男人讲义气。如果男人手腕部位有痣，从相学角度分析，代表这个人生性豪迈，疏财仗义，豪气干云。朋友有事相求，他必定义不容辞地帮助对方。不过，这类义薄云天的男人却未必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要照顾身边的所有人，自然会忽略了妻子。所以女人们还是要小心考虑能否接受与这类男人做人事为妙。快结合大佬上面讲的，根据手腕线看看你的命运如何吧。但是相不独论，以上内容可能不太准确，仅供大家参考。具体命运如何，建议结合其他命理特征综合分析。如有不懂的内容，也可留言咨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